相信很多人都有买过保险的经验。通常你会想要支付多少钱去购买保险呢？先了解，你买保险时要付出去的钱叫保费。当发生意外的时候，获得赔偿的钱叫保额。当你支付的保费越多，可获得赔偿的保额也会越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什么再穷也要买保险？再怎么样，是否应该也要买以下这3种便宜又实用的保险呢？因为这些保险不光是可以保障你，更多的是可以保障你的家人。1. 人寿保险。2. 重大疾病险。3. 意外险。无论是有钱人或普通人，买了这3种保险，就够应付 80% 的问题了。大家是否觉得买这3种保险要花很多钱？有没有办法买到便宜又实用的保险呢？其实是有的，买保险只需要买消费型的保险。有一种保险是没有储蓄功能的，就是你付钱后，这笔钱会拿不回来的。一般保险业务员比较不会向你推荐，因为保费便宜，保险业务员的佣金相对的就会少，故算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项目。对于这3种保险内容，开始进行简单的说明。1. 人寿保险。人寿保险是人身保险的一种，简称寿险。和所有保险一样，被保险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，接受保险公司的条款，并支付保险费。而人寿保险就是人若身故了，保险公司会理赔金钱给家人。虽然大多数 90% 的几率都能活得好好的，但剩下 10% 的风险，也就是问题发生后，倘若你是家庭经济支柱，那就需要把风险 100% 的转嫁给保险公司。故假设花1万台币保费，就可以买一份约100万台币保额的寿险，要付的保费相对也算便宜。万一身故，保险公司理赔的钱却很多，也能符合保险的本质，但也因为保费较便宜，故保险经纪人也比较不会主动跟客户推荐。那大家通常是买多少保额呢？试想，万一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倘若你年收入30万台币，你就买个300万台币的保额，也就是10倍的年收入。10倍的年收入应该先够支付家人生活个几年，这几年可以当成是一个缓冲期。但为什么10倍的年收入只够生活几年呢？因为钱是会贬值的，故除了年收入的考量点之外，人寿保险还需要多考虑一个因素，就是欠银行的钱。例如，你有年收入30万台币，但房贷借了100万台币，倘若保险只买先前说的300万台币保额，是不太够的。这时还需加上房贷100万台币差额，至少保证人若不小心出了意外，房子不会被银行收走。故建议买定期人寿的保额，最好是高于房贷的基础上，再加上一部分的生活费。2. 重大疾病险。通常重大疾病的花费是很惊人的，故若只保医疗险显然是不够的，建议也需考量重大疾病险。案例假设，你是想买保险的客户，有一天主动询问保险业务员，你说想要买重大疾病险，那保险业务员可能就会说，若你一辈子都没有患上重症，那缴的保费就都拿不回来了。但他是否应该也要同时告知你，这种保险的杠杆很大，用一笔小钱其实就可以买一份保障，也就是当你出事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回一大笔钱，这才是真正的保险用意。因为这样才算是跟保险公司玩以小博大的游戏，其性价比也是最高的。但也建议，若你的经济负担较重，就先不要买终身的重大疾病险，因每年的保费就会很贵。虽说要控制风险，但不需要承担如此高的保费。重大疾病险的保额是发生时会赔给你的钱，它会随着时间贬值。10万台币现在看病够用，但等你60岁看病时，10万台币就不够了。故建议可逐步增加保额。买保险不要有太多负担和透支，尤其是在年轻时，不需要先支出一大笔钱去买一个未知及不确定性的未来。因为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故只需买定期的就好，通常会区分成10年、20年或60岁。在这段期间，保险公司就可以保障你，另也可以根据你的收入来判断
一般得到重大疾病，大约也会有2到3年不太能工作，故建议的基础保额大约是年收入的3倍以上，也就是你有30万台币的年收入，就可以买一份90万台币左右的保额。因为等你变老后，孩子也长大了，相对负担就会减轻很多。倘若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不是自己，就没必要再买保险了。因买保险的意义是在你拼事业、赚钱养家的时候，可以帮你抵御一些突发重病或飞来的意外横祸等风险，相当于失业补助金，不会让你立马陷入财务危机。等你退休了，保险意义也不大了，因为保险就只是一种风险转嫁的工具。3、意外险。意外险是专门保障意外导致的风险，通常也称为伤害险。保险上的意外需符合外来、突发、非疾病等3大条件。意外险最基本的保障是意外身故与意外失能。当我们因意外而身故或完全失能，未来无法再继续赚钱养家时，意外险能够帮忙留下一笔钱，帮助家人度过最困难的时期。规划意外险时，可以依自身的工作需求、生活习惯等来挑选保障。例如，骑车发生的意外事故、工作场所特定烧烫伤给付等，也要注意理赔额度。建议以全部的贷款、负债以及未来10年家庭的责任金额之总额来规划。最后重点，有些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买的保险都比其他人贵？要如何减少保险的支出？这有可能是因为你买的是含有现金价值的保险，也就是你支出的保费，在未来可以领取的，而且还会给你利息，这种就是带有储蓄功能的保险。世界上有很多人买的就是这类型的保险，因为有储蓄功能，但相对的也代表你支出的保费会比较高，故保险业务员比较喜欢跟客户推荐此类型商品，因为其佣金也比较高。但这类型产品已偏离了保险原则，因传统储蓄险不算是投资项目，它比较像是一种强迫储蓄的概念，或者像另外有一种是投资型保单，它是有风险的，算是投资的一种，没有获利保证，也没有保本，也不是稳赚不赔的。另外，通常保险业务员在外比较不会讲到利息，因为保单是生存保险金，而保单有2种利率，一种是预定利率，一种是宣告利率，两种是不同的价值。预定利率是这份保单现金价值固定，宣告利率是保险公司每月会宣告一次多少利率。宣告利率如何形成？是由市场利率加保险公司的投资绩效形成，故倘若这份保单的宣告利率低于预定利率的话，就会以这份保单的预定利率为主，而保险公司的商品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。最后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就算是有钱人或富豪，也都买了很多保险。你只需用较少的钱，即可得到颇大的回报。就算没有意外发生，从最终获得之收益来看，还是算赚的。而在这个前提下，是要买对保险。因为在现实中，有部分的人的情况，就是花很多钱买了一些自己用不到的保险，又或者是钱付出去了，但发生意外时却无法获得理赔。结果，很多人最后就会把责任推给当初协助自己保险的业务员，说他们为了业绩和赚取佣金，连朋友、亲人都可欺骗。只能说，因为市面上真的有部分较无职业道德的保险业务员，故大家应该要学会去避开这些保险陷阱。另外，或许有些人会认为，保险公司好像很好赚，也很邪恶，因为它的产品就是一张纸、一份合约。但保险之所以能存在至今，就表示它真的有用。它依靠大数法则和概率来赚钱，但同时又真的可以让我们透过杠杆来保护自己的财富。另外，请大家记得，医院对于健康的认知跟保险公司是不同的。医院对于一个症状的认识是说当下你有没有问题，而保险公司会因为你的这一个症状，然后去考虑你在未来的几年中得到某种病的风险会不会增高。假设你没有得过某种病，支付的保费会便宜一点，但如果你有得过那种病，
支付的保费可能要贵一些，甚至会被拒保。例如，现在的癌症治疗费用非常贵，加上医疗的进步，已让很多的重病逐渐演变成了慢性病，而慢性病就需要长期吃药，长时间算来就会花很多钱。因这些疾病基本上是没有原创药品，几乎都是从美国进口的，这一笔支出是很大的，故建议人们要有足额的保险，但又不能对经济有太大的负担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花费少额的钱来获得杠杆最大的保障，